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在这个视频中，我将详细介绍 Midjourney 5.2 版本的全部新功能，包括探索最新的 Zoom Band 的功能，就是我用 Zoom 的功能将这张图片连续以 1.5 倍缩小，做出像无限缩放的动画效果。我将比较一些我在 5.1 版本和 5.2 版本所生成的图片，以了解新版本带来的变化。详细说明其他功能，包括高变换模式、风格改进，还有非常重要的 Shorten 缩短文字提示命令。我将手把手带大家实际操作，学习如何使用这些功能，并创造令人惊叹的 AI 照片。今天的内容非常丰富，一定要看到最后哦。首先是全新的美学系统改进，这意味着 Midjourney 5.2 版本能够生成比先前版本更清晰、构图更精美的影像结果。这是一张 5.1 版本生成的图片，感觉还不错。这是 5.2 生成的图片，我觉得 5.2 版本的构图更好，模特儿的姿势更自然，而 5.1 版本的下巴角度有点怪。再来比较这两张小狗图案，都非常可爱，但 5.2 版本的对比更强烈，解析度更高。我们再以这两张伦敦雨天的街景照片做比较，差异性就更明显了。接下来，它比以前模型有更好的文字理解能力，文字的生成方面也有所进步。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张 5.2 版本生成的 Vanessa 机器人的电影海报。图像内部细节丰富，人物非常清晰，一点噪音都没有，几乎可以看到这些字母的每一个字。不过 Vanessa 这个名字还是没有拼对。我试了一下较短的人名，右边的图片已经正确的写出 Luna 这4个字。这是一个奇幻小说的封面设计，文字生成效果相当不错。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多样性的增加，这意味着当我们使用文字提示后生成的4张图片，这4张图片的差异性更大。从预览图中我们可以看出来，图像变得更多元，涵盖了不同的构图、质感和颜色运用。下一个要讲到的是 Stylize 风格命令修复，这个命令的预设值是100，最低是0。Stylize 其实就是指图片生成的创意高低。当你把 Stylize 设得越低，它就会更贴近你给它的提示文字来生成图片。而如果你把 Stylize 的值调得越高，它就会发挥更大的创意。如果你希望 Midjourney 天马行空随意创作的话，就可以把 Stylize 调到最高的1000。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高变化模式功能，这表示生成的图片变化程度会更大。如果你想要调整变化程度，可以在设定中选择低变化。另外，你也可以在放大后的图片下方找到2个按钮，分别是 Very Strong 高明显变化和 Very Subtle 微细变化，可以进一步调整变化的程度。接下来是很重要的 Shorten 功能，这个命令适合于比较长的文字提示。我们用这张我做好的图来示范。首先复制这张图片的提示文字，然后在下方输入斜杠，这时会跳出一个选择对话框，直接选择 Shorten， 然后贴上刚才复制的提示文字，按下 Enter。我们可以看到 Midjourney 已经用横线划掉它不在乎的文字，并提供5个较短的提示文字。在提示的下方有5个按钮，可以点击来生成图片。这里还有一个附加功能，就是展示细节。点击后会显示一个详细分析的表图，它会告诉我们提示文字中不同词的权重。这对我们了解 Midjourney 如何理解我们的提示文字非常有帮助。我们可以进而重新安排文字提示，以获得不同风格的图片。接下来是最精彩的缩放功能。首先要将图像放大，我们用这张我已经做好的图。我们可以看到放大图像下方有新的选项，你可以选择2倍、1.5倍，还有自定比例选项。自定值可以设在1到2之间。那 Square 选项是一个制造正方形图像的功能，这并不是对图像进行剪裁，而是保留图像的基本比例，将其转换为正方形比例，并绘画填充空白的部分。下方还有4个箭头，这就是新的 Pen 功能。
我们先来试试2倍缩小和 1.5 倍缩小。我们回来看这张 1.5 倍 zoom 的图像，我们可以看到灯光保持不变，风格很贴合，质量非常好。这是在所有方向上以相同比例缩小，它是从图片的四周边缘进行绘画。然后我们仔细看一下下面的2张图，有很多非常有趣的细节。右边原本只是一个打开的门，Midjourney延伸画出了商店。我们还可以看到店内装潢的细节，有书架，有人物。那左边就是画出街道的延续，这些细节在文字提示中都找不到，它们是由 Midjourney 精美生成的。我们再看看2倍 zoom 的图片，一样有4个选择，继续向四周绘画。4张图片的细节都不一样，真的好漂亮。我尤其喜欢第4张图。这次让我们来使用 Custom Zoom 自定缩小功能。哇，图片让我们感觉好像来到了巴黎。我们来看看上面2张图，它将原本打开的门想象成电话亭，左右延续画出商店和街景，加上了人物。左边上方加上了巴黎铁塔，它想象出在巴黎左岸喝咖啡的感觉。下面2张图勾勒出咖啡馆和餐厅所在的小巷，环绕着灰色的天空。刚刚下过一场雨，一个女子悠闲地漫步其中，地上的水面倒映着暗黄的灯光，情境如诗如画，充满着浪漫的氛围。这个功能创造出来的质量真是不错，大家觉得如何呢？最后就是最新的 Pen 功能，它可以从左右或上下角度来拓展放大图片，可以无限的拓展。再向右放大一次后，这时你会发现上下的箭头不见了，所以一开始就要选定方向。现在我们将图片以 1.5 倍缩小，然后再放大图片。这时我们又可以向4个方向放大了。我先向上放大一次，然后放大图片。这次我们来加入新的讯息，如果你没有跳出这个视窗，就要到 Setting 里将 Remix Mode 打开。我们将图片放大看一下，大家觉得如何？最后说一下 Zoom 跟 Pen 的不同。Zoom 产生的图片大小是不变的，而使用 Pen 功能是会加大图片的实际大小。这就是 Midjourney 5.2 截止到今天最新的更新，希望这个节目对你有所帮助。我想请大家支持我一下，白天上班，晚上制作影片非常爆肝，这需要很大的努力和付出。你的支持是我制作节目最大的动力。希望这个影片对你有所帮助，喜欢的话别忘了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最新的视频哦。谢谢，下个视频见。